你帮我做的宣传方案我已经看了，挺好的，我想请你来负责。是吗？太好了，这是我的荣幸，我一定会好好完成的。听说你在国外，能按时赶回来跟出版社录制方案吗？您放心吧，交给我了。这是陆然吧？不认识啊。我校友。大学校友啊？嗯。抱歉啊，徐老师。那次实验室爆炸事件我还记忆犹新，我们曾是很好的朋友，我经常怀念他。我也是。真没想到，陆然嘴里常提起的哥哥，原来就是您。我也没想到你们居然是校友。科州大学的名称奖学金，就是我父母以我的名义设立的。陆然呢，又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位学生，我们在那儿认识的。还来吗？再来一句。我不着急啊，慢慢来。有的时候，慢慢来是等不到结果的，必须经过，宁可付出代价。还是年轻。我父亲常跟我说，没有把握赢，就不要做；要做，就必须赢。原生家庭还是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影响。你在跟我共情？我不是心理医生，那就是在侧写我。我看起来是喜欢把工作带到生活当中的人吗？像我。我就是觉得，您跟陆然嘴里常提起的哥哥，好像不太一样。陆然怎么看我？他说您是一个好哥哥。也许在你的国家很难，但是在这里，所有人的生物信息
都储存在我公司的服务器上。如果我只是互换2个人的信息，根本没人会察觉到。这个学校的奖学金都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，你觉得我们能瞒过别人吗？那如果加上整容呢？可是，只有一个庄明成能活在这个世界上。谢谢你提醒我，陆然。他说他能有当时的成就，全是因为你。那我就好奇，陆然说您好像一次都没有去看过他。我对陆然确实是有些亏欠的。如果重来一次，我想好好补偿他。徐先生，你可以在3个工作日内去取陆然的骨灰，这上面有殡仪馆的地址和电话。尸检报告呢？需要问警察。1103门口因为苍蝇太多，被邻居投诉，物业联系不到业主，就打电话报了警。我们过来发现，客厅的冰柜里藏有尸块，已经被带回局里了。法医怎么说呀？目前只能判断是成年女性。还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吗？还有一件事情挺奇怪的，等你到了以后自己看吧。挂了。有人吗？在这儿呢。屋主叫胡波，大概3个月前被派到海外分公司，带着他老婆吴欣欣一块儿去的。这是物业说的，还没证实呢。要不是停电，这尸体还不一定什么时候被发现呢。徐静之，这冰箱放在这，不觉得奇怪吗？这不能叫冰箱，冰柜啊，应该放在厨房里啊，怎么会摆在这儿呢？
徐景之，味道还真不小。你怎么看案发现场？现场几乎没有生活过的痕迹，就算凶手打扫过，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干净，肯定都落灰了嘛。还有，这个冰柜的摆放位置也有问题。疑点不少，但受害者死亡时间和受害人数没确定之前，都不好判断。好彻底了吗？我回去休息。料理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化学，所以实际上他还是在做自己的专业。可能是因为他不再接管家族的生意，所以性格外向开朗了很多。徐老师对我这么感兴趣，可以直接来问我啊。难道最近没有什么凶案发生吗？平平安安不好吗？他是我这儿的常客，徐警官。我们已经认识了。好。那好吧，这是请你吃米糕。徐老师喜欢吃米糕，喜欢，打小就开始吃，儿时的味道忘不掉。谢谢。这些花是为了祭拜你母亲准备的吗？是啊，每年这个时候。哦，我记得你父母飞机失事是在圣诞节。徐老师果然查得很清楚啊。但我们家呢，一般都是生日的时候祭拜。我母亲的生日快要到了，徐老师也再查查。我怎么感觉您现在看我的眼神，特别像是在看陆然？你长得太像陆然了。我看到你更希望陆然活着，活在法律底线之上。你也是。
身看我！你要和强奸犯一样的严谨。 调查一时半会儿不会有结果，我带你出去吧。我一定找到凶手。我想知道，为什么偏偏是我妈？为什么？ 我要真相。你怎么不进去啊？我刚才看到你那个宋主编上楼了。这楼里也不少写书的人。我们今天的确在茶几下面发现了一枚新鲜的血指印，分尸藏在冰柜里，冰柜又放到客厅那么显眼的地方，现场打扫得干干净净。 那很明显，这现场就是留给我们的。你还没改呢，这毛病。我们当然欢迎对破案有帮助的思路，但是你不能擅自行动，能做到吗？我尽力。不是尽力。 要做到，你当警察是为了什么呀？探究自我和真相。看你是应该好好探究一下自我，你到底想要什么呀？你呀？我以为上次警察来找完我之后，梁总就不打算再联系我了的。大手笔啊！
帮我查查徐一最近在和什么人见面，做什么事。我的业务范畴可不包括夫妻之间的出轨，跟那没关系。他那个会所不是他一个人做起来的生意。什么时候要？越快越好。你名下那个培训学校的公益项目，有空的话，最好还是去看看。什么意思？会所货源。徐老师，哎，找你有事儿，方便吗？当然。您随便坐。好。刚好，我有个东西要给你。哼。您说现在这设计师啊，到底有没有点品？跟您家装修风格一模一样。上次我去您那儿，吓我一跳。这个送您。问了朋友，年终评级的时候还能加分。谢谢徐老师救了我一命。我不能接受。这样吧。你方便的话送到我们单位。好。你喜欢收集不同的小玩具啊，都是中国制造。就是个爱好，都是我去唐人街买的。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，我当时翘课专门就是为了去买它。但是买完以后，爸妈要收，可我善于藏啊。我是没本事，可你爸要是把生意交给我，我用去麦伯渊手下讨饭吃吗？你不要跟我提麦伯渊，你的会所做正经生意也能赚钱，我也可以给你钱花，为什么你非要把生意搞脏啊？
要不是你把那相机弄丢了，我能像现在这么被动？跟相机有什么关系啊？你里边拍什么了？我拍什么呀？我能拍什么呀？里面是我们的保命符，这小偷就偷个不值钱的相机。是这样，我下面要写一本新书，是关于基因遗传对心理成长的影响。你愿意继续负责我的新书吗？日飞，合作愉快。其实啊，我那装修啊，也是外行没品。我们家是我前妻装的，我一点都没花心思。你居然复制我前妻的主意！你研究的专业是 DNA 解码测序。我父母去世以后，就由我接了家里面的公司，但是你也看得出来，就我这性格，不适合公司里面那些人情世故。好了，我休息去了。徐老师，您慢走。啊，垃圾我给你烧下去了，谢谢。哎，一哥，哎，侯总呢？侯总刚才走了，走了啊。你好。哎，侯哥，哎呀，您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呢？我是刚过来呀。哎，看你太忙了，账本怎么样了？账本怎么样了？哎呀，这个账本啊，该找的都找了，还是没着落呀。但是胡波的事儿得尽快解决。如果账本落在别人手里，你我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。还有底片，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那个人查的可比你快。地毯有什么新发现吗？血液沉积，技术科割开地毯以后才发现的，已经带回检测了。另外，死者的身份差不多确认了，面部保存完整，应该就是吴欣欣。尸体被分解了，但是身体没有丢失的部分，除了切割痕迹以外，尸体在胸部和头颈部有很严重的生前暴力伤害，估计这致死伤就在里边。还有清洁剂残留，时间应该不长。刘明，哎，去查一下11楼的监控，看看1周之内谁进过这个房间。好。核对，发现了这个。
手电。这是有第2个受害人啊！死者吴欣欣是胡波的妻子，结婚5年，是全职太太，社会关系简单。另一个受害者，老秦来说一下。啊，我们发现了这个血指印、血迹和指纹都不是死者的。这个血指印的形成时间不到1周，血的主人是一位女性，和地毯下大面积的血迹属于同一个人，具体身份还在排查中。地毯上的血迹被洗涤机清洗过，但就我们能提取到的部分来说，失血量已经非常大了。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才能给结论。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失踪的胡波，他跟物业谎称自己是被派驻到海外，而且要带妻子一起离开，所以他预谋杀人的可能性很大。2女1男，情感纠纷呗。这3个人一定有关系，未必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关系。好了，先等等第2受害人信息，顺着3人关系往下查。现场新鲜血迹的主人名字叫刘婉瑶，是之前一个家暴案的受害者。家暴案？10年以前的案子了。被判的是他的母亲赵春芝，长期虐待孩子、家暴，还有吸毒史。出来以后复吸，和她的男朋友因为抢劫就又进去了。举报人是死者吴欣欣的老公。10年前，吴欣欣跟胡波还没有结婚吧？那他们仨是什么关系啊？当初要不是为了给他上户口，我赵春芝能嫁给个窝囊废？哼！我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，哼！他倒好，亲手把我送进了监狱。不管他出了什么事儿，犯了什么事儿，都跟我没半毛钱关系。对面。胡波你认识吗？这是他男人。刘婉瑶最近找过你吗？他找我？他找我干嘛？那刘婉瑶有没有什么要好的朋友？见过一次。这儿已经是能查到胡波最后的行踪了。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我想起来了，这人挺奇怪的，交了半个月的房钱，但住了几天就走了。确认是他吗？嗯。去哪儿了知道吗？他走的时候问过去定泉县的小巴怎么走。定泉？啊，我这有时刻表。给。定泉。这刘婉瑶也是够惨的。陆冉跟刘婉瑶的原生家庭挺像的啊。我觉得你最近好像总在想以前的事情啊。我最近总在想我们俩以前的事儿。那我可太失败了，让你一想起我来就愁眉苦脸、苦大仇深。是吗？笑得真假。你还记得那个叫庄明成的人吗？那个谈恋爱差点把命给谈没的富二代。你觉得他长得像陆冉吗？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。
名下的公益学校，一些贫困女学生的劳务可比当护士赚的高多了。什么意思？会所货源。这个赵学礼死了之后，就可以逼出江永泉。做账的胡波，管账本的赵学礼一死，江永泉和他背后的老板都会怀疑对方已经拿到了账本，一定会杀人灭口。无论他们之前藏得多深，现在都会跳出来自爆。江永泉只是钱财，我一定会让他背后的老板死在你手里。我要让他们所有人都付出代价。徘徊在幽暗的洞穴，呼声之一中便虚掩，凝望深渊里那张脸，不为人知那一面，紧封住我们的高墙，仍在眼前如一座戒备，若光是足后误入内，它是否也是一种罪？我深深又讨厌缝缝补补之间拆人心，到底有几重结？当睁开眼是黑夜，以为逃出升天，回头看这世界的迷宫，原来我深深又讨厌缝缝补补之间拆人心，到底有几重结？当睁开眼是黑夜，以为逃出升天，回头看这世界的迷宫，原来我活着又破裂，是真假之间走不出，灵魂将我围猎，会崩塌也重建，信念不可湮灭。我知道有出口会存在始终，深信不变。